嗨，歡迎大家回到 Gina TV。到底什麼是文法？文法會不會痛呢？文法和指法的功效到底差異在哪裡呢？今天我們要針對所有想要做文法的人來做一次剖析，讓你知道什麼是文法，文法可以給你什麼樣的視覺效果。首先，我們要知道什麼是文法。文法有傳統的手法，也有新的手法。那簡單來講呢，就是我們在頭頂這個白白的這個頭殼上面呢，幫它填上一些顏色，這件事情就叫做文法。那至於填上多少顏色，填的顏色自不自然，那就是有舊的技術和新的技術。現在目前最新的技術呢，就是 SMP 點刺的，幫我們做偽裝毛囊的樣子呢，在我們的頭皮上面，它視覺效果看起來就好像你有非常多健康的毛囊，然後即將長出健康的頭髮的樣子。那我們 SMP 文法技術呢，它適應在各式各樣有掉髮問題的人群上面。舉例來說，像是髮際線會變高，或者是我們年紀大的頭髮會稀少，那會很容易看到我們的頭皮白白的地方，或者是產後掉髮很嚴重，甚至有一些人有疤痕的部分，他去做掩蓋。那有蠻多例子是像是硬幣凸那種都是很適合做 SMP 文法的。有蠻多男性可能壓力過大，在中年過後呢，頭頂上的毛髮會變得越來越稀少，又或者是他以前曾經有做過植髮，在後腦勺這邊也許有一些疤痕，他想要去做一些遮擋的話，也是可以透過 SMP 文法來進行操作。落髮很嚴重的問題，但是他可能預算沒有辦法像植髮那麼多這樣，所以預算有限的狀況之下，我們就可以選擇做 SMP 文法。其實我覺得好像只要超過40歲以上，就蠻多，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會有毛髮變稀疏的問題。那大家不外乎都會選擇有時候可以開始使用一些厲害的洗髮精啊，當然我覺得這些都是必要的，然後做好頭皮清潔，因為我們頭皮老化的速度比我們的皮膚老化的速度快6倍，所以你說適不適合？我覺得只要過了35，好了，剛剛講40，我覺得其實愛漂亮的人都很適合做。像我自己我自己也會非常關注我的頭髮髮量的問題。再來就是最多人會問的，文法到底會不會痛？很多人做以前傳統的手法，因為他們也許是那個滾針在做填色比較快，那種就確實有蠻多人做了之後覺得蠻痛的。當然我們現在新的 SMP 新的這個淺層點刺呢，基本上是不太會痛的，而且呢我們在做這個過程是不需要上麻藥，大家可以放心。真的不太會痛，它的痛感有點像是好像原子筆嗎？還是蚊子有點刺刺的，你會覺得一點點有感覺，但是還是可以忍耐的。你在頭皮上這樣一直給我點點點，那這樣子會不會傷害到我的毛囊？不用太擔心會傷到毛囊，因為我們會取你毛囊的正中間，我們會把它的周圍呢做一個點刺的這個填充，都是可以跳過毛囊的。因為我們的眼睛其實非常的好，文法呢基本上它的難度並不是太高，但是需要非常的有耐心，因為它有點像是要把一個就像在下圍棋一樣，要把這個周圍都給包起來這樣子，所以它需要非常大量的耐心與時間去做慢慢的細微的填充。接下來就是蠻多人會問的，就是文法可能需要做幾次？那我一次要做多久啊？我又可以維持多久？沒錯，這3個問題是幾乎所有的人只要想要來做，聽到價格之後，他們想要問的就是這些因為如果今天沒有辦法維持太久，他就不會想要做了嘛，很正常。只要面積越大，你要操作的時間會越久。那你要操作的次數會越多，就是來1次、2次、3次這樣，維持時間呢，基本上都是3到5年。那我們來列舉一些例子，讓大家比較容易懂。就舉例來說，像髮際線這2塊這個 M 型的這個髮際線呢，如果我們要做操作的話呢，原則上大概是1到2小時之間，要看你的這個空隙大不大。有些人雖然面積很大，但是它裡面有一些細小的毛髮，那就會有加分，所以時間就會稍微短一點。那如果你是一樣的面積，但是一根毛都幾乎沒什麼毛，那就是可能要稍微多一點時間大家要做幾次呢？我覺得也是大概2次，最多到3次，我覺得应該就已經填滿了。接下來我們列舉的案例是，例如說像這個髮縫，那這個髮縫呢也是面積越大，我們要操作的次數就會時間就越久，操作來的變數可能就会越多。原則上有可能就是要2到3次。那第3種案例就是頭頂比較稀疏的這種人呢，因為他面積很大，所以這個可能真的要3次左右，3次至4次左右。那他操作的时间有可能就是3到4小時，就是我們評估出來的面積越大我們的操作時間就會越久，當然你的收費就會越多。
第5個我們要討論的就是蠻多人會問的問題，就是我這個文法跟指法它最大的差別在哪裡？我覺得最大的差別就是我們的文法呢是平面的效果，視覺效果，那指法的呢它就是立體的效果，所以要看你是要平面的就好，還是你要立體效果，當然收費就會不一樣哦。所以第2個就是價格差異，文法當然比指法便宜蠻多的，因為指法在台灣就是只有醫生可以幫你做操作，那文法的話呢，就是由文法師他透過這個學習，然後并且取得協會的證照，就可以來營業做操作。那還有少數的人，他其實是只要聽到要手術，他都會害怕。所以如果假設我們文法的話呢，是不需要手術的，那如果是指法的話，它其實就是偏向手術類別的一個技術。那我們在指法的過程，其實也會跟個人體質有不一樣的差異哦。就是說，今天我如果植100個毛囊把它植在我的頭頂上面，它也有存活率的問題。當然，我覺得這個存活率問題呢，會隨着我們時間科技，它就會越來越進步。不過我觉得蠻大部分也是跟你的這個細胞它健不健康有關係，所以這個個人的體質因人而異，這個效果其實會有點落差。那我們文法就沒有這麼大的落差。我們文法的話，就是我幫你點幾個點，它就是幾個點在上面；我幫你化妝化成怎樣，你就會變成怎麼樣。最後還有就是修復期的差異。那我們文法做完之後呢，基本上隔天就可以洗頭，你只需要用指腹輕輕的按壓去洗頭，就是其實你也不需要照顧。那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拿你的指甲去刮你的頭皮，這樣就可以了。但是指法的话，它是偏向手術，所以它就會有這個術後修復期例如說7天到10天等等之類的。那以上呢就是文法和指法的一個比較和差異。我個人覺得其實兩者都是蠻好的技術，只是看你的預算跟你想要做的效果，就是兩者去取得平衡點就可以了哈。那像我自己的話，因為像我們毛還很多所以其實我們做文法稍微點綴一下，稍微輕輕化點妝就可以了。我們這邊還是要做一個結語，就是其實各位不用太擔心，我們在做文法的時候，基本上這個新的 SMP 點刺的技術呢，它不會有失敗的問題。它只要每做一次，它就會加個30分、40分左右，然後我再做第2次就再加分，然後我再做到第3次，我可能就加到100多分了。就是我只是一層一層蓋濾鏡上去，越來越漂亮。基本上它沒有像眉毛有形狀的問題，或者是兩邊會高低不一樣，它沒有這些問題。所以文法呢，蠻多客人是做完之後他們是蠻開心的。所以在這邊我想要鼓勵所有想要做文法的人，放心把你的頭皮交給我吧，我們會一次一次幫你把你的頭髮加回去的。GR TV，我們下回見哦，拜拜！感謝你收看我的影片，如果喜歡我的影片，請幫我按讚、留言、訂閱、加分享。你有任何問題的話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，我都會用拍影片的方式來回復大家。謝謝大家。